40公里包围圈收紧，俄军陷险境，乌东决战或将爆发。乌军炸俄秘密基地，莫斯科核心区大爆炸。乌狂轰克里米亚，库尔斯克上演空防大战。东欧防线告急，波兰启动50万大军。欧盟冻结俄1000亿资金援乌，德国态度大转弯。以军地面进攻全面展开，双线开火，哈马斯末日来临。日前，乌东战场局势骤然升温。据多方消息，在顿涅茨克州的潘基夫卡地区，俄军正被乌军逐步合围，一个周长约40公里的包围圈正在形成。乌东地区关键决战的气息愈发浓厚。从战场态势来看，乌军近期在潘基夫卡采取多线推进，控制交通要道和关键高地，逐步压缩俄军活动空间。被围俄军的补给线遭到切断或严重威胁，弹药、粮食和燃料供应日益紧张，持续作战能力明显削弱。兵力分散更使俄军难以形成统一防御，各部队协同作战变得愈发困难。这一包围行动体现出乌军精心的战略布局。若能围歼潘基夫卡俄军，不仅可削弱俄方在乌东地区的兵力，还能显著提振乌军士气，并为后续更大规模进攻奠定基础。一旦迫使俄军投降或将其歼灭，乌军将在乌东战场掌握更大主动权，可能改变整个地区的战略格局。对于俄军而言，目前局势极为严峻，他们或将从外部组织救援力量，尝试突围与被围部队里应外合，被围部队也可能加强防御阵地，节约有限资源，顽强抵抗，等待外部援军。然而，乌军显然会全力阻止任何突围行动，双方短期内爆发激烈交火的可能性极高。潘基夫卡的攻防战仅是乌东局势的缩影。若俄军成功突破包围圈，将稳固防线并延续战略目标。反之，若乌军完成合围并歼灭俄军，将在乌东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军事行动打开广阔空间。另外，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取得辉煌战果，成功夺回乌达齐内，导致俄军侧翼防线全面崩溃，战场局势出现戏剧性逆转。据可靠消息，乌军日前对顿涅茨克方向的乌达齐内发起猛烈攻势，战斗从夜间打响，持续3个多小时。前线视频显示，乌俄双方交火惨烈，乌军调动火炮远程打击俄军据点，同时出动装甲车直接冲击阵地，浓烟滚滚中，乌军最终夺下乌达齐内及周边定居点，并在当地升起乌克兰国旗。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确认了这一重大胜利。乌达齐内地理位置关键，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略要地。乌军夺回该地，使顿巴斯南部的反攻行动得以串联起来，逐步压缩俄军防御空间。此前，乌军刚收复顿涅茨克的新经济镇，新经济镇连接红军村与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达齐内与新经济镇形成连线，使乌军攻势连续性增强，战略优势凸显。此次夺回乌达齐内，给俄军侧翼带来致命打击，其防御体系瞬间瓦解，部队联系被切断，指挥协调陷入混乱，后勤补给线也面临被乌军切断的危险，一旦补给中断，前线俄军将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战斗力大幅下降。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俄军可能不会轻易放弃，或将尝试非常规战术甚至特殊作战手段反扑，但短期内扭转战局难度极大。最新战报还显示，乌克兰在库皮扬斯克郊区取得全面控制，稳定了周边局势。前线记者指出，乌军已基本掌握库皮扬斯克外围，而俄方尽管宣称在城内扎根，并试图通过地下管道渗入，但乌军成功发现并破坏了这些管道，使俄军渗透计划落空。此前，在库尔斯克和红军村、苏梅地区，类似手段均被乌军识破。乌军第429团指挥官尤里·费多连科透露，通过破坏地下管道，乌军有效阻断了俄军企图通过下水道渗入的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在该地区的攻势。与此同时，苏梅地区俄军形势急剧恶化，多地面临战术合围风险，尤纳基夫卡方向俄军推进受阻，陷入停滞。最新战报显示，乌克兰对俄罗斯远东及俄罗斯本土的打击行动再度升级。
位于海参崴半岛的一处秘密俄军基地发生大规模爆炸，多名驻守士兵伤亡。当地时间9月16日上午，俄黑海舰队第155海军陆战旅第47营驻地什奇托瓦村接连发生2次强烈爆炸。事发后，大量俄军车辆、特种部队与直升机抵达现场，对行政大楼及停车场一带实施封锁并逐车检查。这支部队曾在俄乌战场多次出现，被视为乌方重点打击对象。最新的远程袭击显示，乌克兰已将压力延。乌克兰方面消息称，这次袭击由乌军海军陆战队实施，目标是俄军第155海军陆战旅。该部队曾在2022年对布查和伊尔平平民实施屠杀。俄方则试图以煤气爆炸或训练演习掩饰事件，安全局已介入调查并寻找袭击策划者。与此同时，莫斯科也遭到乌军打击。位于市中心的前利哈乔夫汽车厂旧址改建后的夏卡尔住宅区发生火灾，一栋楼的屋顶被击中起火，黑烟直冲天空。此次行动显示，乌克兰不仅能够对俄远东战略目标实施远程打击，还能触及俄首都核心区域，对俄军士气和防御部署形成直接压力，也再次凸显乌军针对关键军事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另外，在罗斯托夫莫罗索夫斯克军用机场，多架驻扎的苏34及苏3035战机所在的俄军第559航空团设施发生爆炸，损失情况仍在核实中。与此同时，布良斯克州边境城市克里莫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警察局大楼受损，警车被毁，一名俄方武器检查员受伤，凸显乌军无人机对俄军事及民用设施的广泛打击能力。乌克兰还对俄罗斯境内的萨拉托夫重工业区展开远程打击，数十架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引发大火。该炼油厂年加工量约480万吨，生产20余种石油产品，其中包括供应前线俄军的燃料，是俄方重要的能源设施。多家媒体援引业内消息称，随着炼油厂和油港屡遭袭击，负责运输俄罗斯约80%原油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已向客户发出警告，表示将缩减原油接收量，并禁止利用输油管道进行储油操作。据悉，乌军已对至少5座俄罗斯炼油厂实施打击，对俄能源后勤构成直接威胁。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指出，如果现状持续，俄罗斯可能被迫削减石油产量，而部分油井一旦封闭，将难以恢复生产。近期，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及俄罗斯本土的空袭行动持续升级，战科伊军事基地再次遭到猛烈打击。当地时间9月18日夜间，乌军首先出动无人机群袭击克里米亚战科伊基地及周边军事工业区，凌晨5点左右传出剧烈爆炸，并冒出浓烟。虽然俄方试图称为山火，但现场视频显示基地附近火势猛烈，乌军可能同时动用了远程导弹。此前2天，克里米亚东南岸费奥多西亚港口也发生火灾，显示乌军空袭频率与范围明显加大。另外，最近库尔斯克地区成为无人机攻防较量的前沿阵地，一片无人机残骸堆积的场景令人震惊。卫星图像和现场视频显示，这里至少有30架无人机残骸散落，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人机坟场。这些无人机型号各异，包括乌军常用的 TB2 无人机以及一些改装的民用无人机，它们或被炸得粉碎，或扭曲变形，显然是在执行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侦察或攻击任务时被击落。专家分析称，乌军试图依靠无人机的灵活性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但库尔斯克的防空部队成功捍卫了该地区的领空安全。库尔斯克之所以成为重点防御区域，与其战略地位密切相关。该地区靠近俄乌边境，是俄罗斯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关键工业设施。一旦防空出现漏洞，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就可能深入俄本土，对经济和军事目标造成威胁。因此，俄罗斯在库尔斯克部署了密度空前的防空力量，包括 S-400和铠甲 S-1等先进防空系统，各类雷达24小时不间断运转。在过去1周内，该地区防空部队击落的无人机数量远超以往，形成了显著的防御高墙。9月16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联合哈尔科夫警方及东部国防检察院
在顿涅茨克州一户民宅查获2辆 T-72B3M 主战坦克，并移交给乌军部队使用。此前基辅之战失败后，俄军沿途遗弃的大量重型装备成为乌克兰民众回收的对象。乌政府也曾鼓励农民将捡到的武器交给军方换取奖励。进入消耗战阶段后，私藏或非法使用这些重装已不被允许，但此次查获的2辆坦克尚无明确资敌迹象，处罚预计不会过重。另外，民调显示，76%的乌克兰民众相信，只要西方加大制裁并提供足够武器和资金支持，乌克兰能够赢得战争。62%的人表示愿意在必要时忍受战争，无论胜利需要多长时间。75%拒绝俄罗斯提出的和平计划，74%支持乌克兰、欧洲的和平方案。这显示了乌克兰民心坚定，也是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底气所在。泽连斯基当天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罕见地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在对俄制裁和乌克兰安全保障上的立场，并希望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特朗普访英期间详细讨论乌克兰安全问题。他强调，为争取美国支持，必须确保国家利益和谈判筹码，而不对外依附或低声下气。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乌克兰在前线作战、民心凝聚与国际外交3方面的协同推进，也凸显了乌军在无人机和火炮技术上的优势，以及民众对国家独立与胜利的信心。在空中作战方面，俄军依然对苏梅和哈尔科夫的基础设施发动轰炸。数小时前，俄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药科大学，现场视频显示大楼被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浓烟弥漫，现场一片混乱。此举显然难以遏制乌军攻势，反而可能促使乌军加大对俄战区及俄本土的空袭力度。当地时间9月16日，俄白西方2025联合军演在白俄罗斯落下帷幕，普京亲自到场指挥最后一天演习。虽然官方标榜防御演习，现场却展示了大量进攻性武器，甚至出现俄军无人机多次闯入波兰和罗马尼亚领空的插曲。与冷战时期西方81军演相比，西方2025声势稍逊，但仍释放出值得关注的信号。由于俄军主力长期在乌克兰战场作战，可抽调的部队和装备有限，演练中甚至出现充气版苏霍伊战机，引发外界对俄军兵力紧张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除俄白外，一些亚非国家也象征性派出小规模兵力亮相。印度仅派出65名士兵，这一举动引发西方舆论敏感反应，被认为触碰美印关系红线，显示莫迪政府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倾向维持对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派员观摩演习，官方解释为正常操作，但外界仍解读为对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示好。军演期间及无人机越境事件让波兰反应最为激烈。华沙宣布，即便演习结束，也将继续封锁与白俄罗斯的陆路口岸，理由是在情报确认安全前保持高度戒备。波兰安全局甚至在政府大楼上空拦截无人机，并拘捕2名白俄罗斯公民。总理图斯克亲自证实此事。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呼吁北约和欧盟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甚至建议在北海划定海上管控区，以遏制俄罗斯影子舰队风险。相比之下，罗马尼亚采取更温和策略， F-16战机在无人机进入领空50多分钟内全程伴飞，但未发射武器，仅护送离境。国防部解释，未能缓解外界对其保守态度的质疑。波兰国内恐俄情绪迅速转化为政策上的果断，而罗马尼亚等国仍在权衡风险。这一对比凸显了欧洲内部面对克里姆林宫挑衅时的不同温度。俄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后，东欧多国迅速升级防御。波兰关闭与白俄罗斯的所有陆路口岸，并强调即便军演结束，封锁仍将持续。加里宁格勒地区展示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射程几乎覆盖整个波兰，令安全压力骤升。有分析称，波兰已允许乌克兰无人机经境内打击加里宁格勒炼油设施，这些设施与俄国防部关系密切，是俄军重要燃料来源。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欧盟对继续购买俄油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并敦促欧盟在2027年底前彻底摆脱俄罗斯能源，意在扩大美国能源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在军事上，
波兰计划将军队扩至50万人，现已拥有庞大的 F-16战机及38套 M142海马斯火箭系统，并计划从美采购486套火箭系统。舆论认为，如果乌克兰与波兰形成联合军事力量，将对俄军在东欧部署造成巨大压力。爱沙尼亚在与俄罗斯接壤边境挖掘战壕，立陶宛在白俄罗斯一侧设置新的防御工事，以应对白俄无人机越境及俄白军演带来的威胁。这显示东欧国家正在采取未雨绸缪策略，强化防御体系。边境封锁也带来经济连锁反应。波兰是中欧班列必经之路，每年通关中国货物价值约250亿欧元。去年中欧铁路增长超 10%， 或者较2023年上升近 85%。电商平台如 Temu、Shine 推动了运输热潮。若边境长期关闭，大量包裹需改走海运或空运，运输成本和效率将受到影响。波兰外交部表示，关闭边境出于俄白破坏性行动的安全考量，代价不小，但势在必行。尽管中国外长王毅与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长谈3小时，但口岸仍未重开，凸显东欧地缘对抗与国际贸易通道的矛盾，考验各方博弈能力与承受力。9月17日，多家媒体报道称，欧盟已经开始筹备一项新机制，计划将欧洲比利时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冻结的大约17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用于购买欧盟无息债券，所得收益将分批拨给乌克兰。除此之外，欧盟还在考虑设立一个特别基金，允许非欧洲国家加入，使得更多国际资本参与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美国方面呼吁盟友不仅要利用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例如去年乌克兰已获得约500亿美元贷款，还要动用资产本身，直接为乌克兰提供资金支持。欧盟各国财政部长预计将在本周与丹麦讨论相关方案，这一进程明显加快。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初的讲话中强调，欧盟必须找到新途径，让俄罗斯为发动战争付出代价。此前，德国一直谨慎，考虑维护欧洲金融中心的声誉并尊重主权豁免，但在特朗普施加压力后，德国已改变立场，支持扩大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帮助乌克兰。目前，欧洲各国及7国集团共冻结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其中比利时清算银行就占1700亿欧元。德国的态度转变既与资金因素有关，也体现出对乌克兰的更大支持。乌克兰方面多次要求没收这些冻结资产，为战争筹集更多资金。面对欧盟动作，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欧洲没收冻结资产，俄罗斯将保留追索权，甚至可能追索至本世纪末。这表明俄罗斯对这些资产的掌控正在面临现实压力。随着德国及部分欧盟国家支持扩大使用冻结资产，下一步乌克兰是否能够真正获得这笔资金，甚至实现彻底没收俄罗斯资产，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焦点。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经过一夜猛烈空袭后，地面部队已开始进入加沙城。第98师率先推进，加沙城郊区作战的第162师也参与其中。未来几天，第36师将加入攻势。在地面进攻前的夜间空袭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其中西法医院23人，浸信会医院12人，阿克萨医院3人。以军称，目标是彻底摧毁哈马斯基础设施。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加沙正在燃烧，以军正以铁腕打击恐怖基础设施。我们绝不退缩，直到完成任务。以军此次行动不仅动用了现代化坦克、装甲车、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及携带炸药的机器人，还在行动中吹响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号角，体现了以色列军队新旧结合的作战风格，既有顶尖科技，也延续数千年传统战争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行动已开始，并呼吁平民向加沙南部撤离。据估计，已有约32万人离开，加沙城核心的控制预计需数月才能完成。以色列方面强调，此次行动是对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的正当防御，并提前通知平民撤离，尽力避免平民伤亡。分析认为，若面对类似恐袭事件，
任何国家的反击都可能同样强硬。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在不到20分钟内实施至少37次空袭，坦克和装甲车陆续进入城区，同时出动炸药机器人清理哈马斯隧道网络。此外，以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荷台达港实施至少12波空袭，目标包括主要码头，并已击毙胡塞关键领导人。分析认为，以色列此举意在同时削弱哈马斯和胡塞势力，巩固在加沙与红海的战略主动权。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